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新的知识点。第6个知识点呢，不要求大家会正啊，大家知道这个切线的方程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导数，我们在求斜率的时候需要求导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了解一下抛线上的一个点。抛线上的点做切点，它得到的和抛线相切的方程，切线方程是这样的。这是切点弦方程，这个点就不在抛线上了，它是在抛线外。那么与中点弦平行的直线然后呢，此直线和抛线是相离的，这个点 x0y0，它是弦 AB 的中点，中点弦的斜率与这条直线的斜率是相等的，所以我们用点差法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，这个大家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第7个知识点。第7个知识点，已知点 A 的坐标是 x1y1， 点 B 的坐标 x2y2， 它是这个抛线 y 方等于 2px， 我们都是以开口朝右的抛线为例。它是过这个抛物线交点 F 的弦，也就是你做的那条直线是经过交点的。大家一定要留意你做的直线是经过交点还是没有经过交点的。那么 M 是 AB 的中点 ，L 是抛物线的准线，都在图上然后让我们求证的是什么呢 ？MN 垂直于 L 直线。这个也是题中给我的 ，MN 是垂直于准线的，准线就是 L 直线。然后让我们求的是第一个，大家看，以 AB 为直径的圆，B 与准线相切 ，AB 是什么？经过交点的直线和抛物线相交，被抛线截得的一段弦。AB 叫做交点弦，以交点弦为直径的圆一定是和准线相切的。我们在之前讲交点弦的时候，这个已经讲过了，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看以前的视频。那么 AB 叫交点弦，它的一部分 AF 叫啥？叫半径。BF 叫什么呢？也叫交半径。凡是以交半径，比如说我以 AF 或者以 BF 为直径的圆，它一定和 Y 轴是相切的。以交半径为直径的圆，它是和 Y 轴相切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在讲交点弦顺带着就把交半径的这2个结论都讲过了。因为以前的视频里有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再给大家说了。之后的第3个我们也是讲过的，第2个和第4个没有讲过，现在我就要给大家着重说一下第2个。第2个说的是什么呢 ？FN， 大家看谁是 FN 呢？这条线，这是 FN， 它和谁垂直呢？它和 AB 是垂直的。FN 和 AB 是垂直的，我要证明它们俩垂直，这个角是直角。我怎么证明垂直呢？当然我要根据斜率之间的关系来证了。如果它们斜率之积等于-1，那它们就是垂直的呀。所以证这个，我在这儿证。我要证括号2这是第7个知识点。刚才我们学了第5个知识点。有第5个知识点，有知识点5所以这些视频是连贯的，前面有讲过的我们之后证明需要拿来用的。有知识点5，我们知道啥呢？刚才咱们是不是学那个斜率啦？知道 KAB 它是等于 Y0分之 P 的。这是知识点5，我们学的这个。那么我现在想证的就是 AB 跟 FN 垂直 ，AB 的斜率我知道了 ，FN 的斜率呢，我要求一下 KFN。
KFN 要求直线的斜率，要么就知道倾斜角，可是我不知道。那不知道倾斜角，你就要启用坐标，然后两个点的坐标，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就是它们的斜率。点 N 的坐标是啥呢？点 N 它在准线上，焦点的坐标是p逗0。那么点 N 在准线上，所以它横坐标当然就是负的p。纵坐标我不知道，那它就是 y0 啊，我先用 y0来表示。所以 KFN 它等于什么？它等于 y0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负的p减去p，所以分母就是负 p， 分子就是 y0。负的 p 分之 y0， 此时此刻 KAB 乘以 KFN， 它等于 y0分之 p 乘以负 p 分之 y0。分子分母约掉，分子分母约掉，最后结果是负1。两条直线的斜率之极都等于负1了，所以 FN 它一定和 AB 是垂直的，这是初要条件。好，这个我也给大家证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证一下 FC 和 F 嘚也是垂直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谁是 FC 呢？这是 FC， 线有点多啊。这是 FC， 这个是 F 嘚，它们俩也是垂直的。怎么证明两条直线是互相垂直的？就是斜率之极等于负1呀。所以接下来我证下一个结论啊。要想证明它俩垂直，我就要求 FC 它的斜率。点 F 的坐标我知道了，点 C 的坐标我不知道啊。点 C 的坐标，点 A 的坐标如果用 x1、y1 来表示，题中给我了。点 B 的坐标是 x2、y2 来表示。点 C 在准线上，所以它的横坐标就是准线的那个 x 的值负的p。由于是经过点 A 向准线做的垂线嘛，所以它的纵坐标和 A 的纵坐标是一样的，是 y1。所以点 C 的坐标知道，点 F 的坐标知道 ，KFC 纵坐标之差 y1减0除以负的p减p， 负 p 分之 y1啊，这就是 F1。负 p 分之 y1， 接下来我再看 F 嘚的斜率 KF 嘚，点 F 的坐标我知道了，点嘚的坐标我知道吗？点嘚的坐标，它是经过点 B 向准线做的垂线，所以呢，它落在准线上，横坐标是负的p 没有问题。它的纵坐标和点 B 的纵坐标是一样的。因为 B 嘚是平行于 x 轴的，所以 KF 嘚纵坐标之差 y2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负的p减去p， 它等于负 p 分之 y2。所以呢，它们俩的极呢？KFC 乘以 KF 嘚，显然就等于负 p 分之 y1 乘以负 p 分之 y2， 它分母乘分母是 p 方，分之 y1 乘以 y2。y1 乘以 y2 等于什么了 ？y1 乘以 y2，y1 乘以 y2 是不是等于负 p 的平方？它是等于负 p 的平方除以 p 的平方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它是等于负1。那么它们俩的极斜率之极等于负1，所以 FC 它也是垂直于 F 嘚的啊。
这是我们又得到一个结论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里边呢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它让我们求的是第4个是 B 的和 L 垂直。B 的和 L 是垂直的，这个是 B 的和 L 垂直，的为垂足。AO 的3点，点 A 在这儿，点 O 在这儿，点的在这儿。让我们求证的是 AO 的，我连一下啊 ，AO 的这3个点，点 A、点 O 和点的这3个点是共线的。这3个点怎么才能证明它在一条直线上呢？我们看啊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y1 乘以 y2 是负 p 方 ，y1 乘以 y2 是负 p 方，那么 y2 就等于啥呢 ？y1 乘以 y2 是等于负 p 方的，所以 y2 就等于 y1 分之负 p 的平方。y2 就等于 y1 分之负 p 的平方，所以 y2 我就不写成 y2 了，我写成 y1 分之负 p 方，也就是负的 y1 分之 p 方。点的坐标就变成了负的2分之 p 逗负的 y1 分之 p 方，这就是点的坐标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要证明它3点共线。3点共线，也就是一条直线上有3个点，我用其中的2个点，比如说我用 O 的来表达斜率，我再用 A 的来表达斜率。我们拥有共同的一个点啊，都比如说 O 的、A 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点，拥有一个公共点的2条的直线的斜率如果相等，那么这3个点就一定是在一条直线上的，因为我们表达的是同一条直线的斜率，所以斜率相等，那么这3个点就是共线的。所以点的坐标我求完了以后，我就求一求 O 的，它的用 O 和的来表达这条直线的斜率。纵坐标之差 y 减0 y2 减0 y2 我已经换了啊，我已经换成负的 y1 分之 p 方，它的纵坐标减0除以它的横坐标减0，负的2分之 p， 负号显然就约掉了。它是分子 p 方除以 y1 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倒数，所以 p 和 p 又约掉一个，那我得到的就是 y1 分之 2p， 这是 KO 的。KO 的是 y1 分之 2p， 接下来我要求 KAO。为啥我都启用坐标原点 O， 我不启用 A 的了？因为 O 是00，比较方便啊。3个点我任意的拿出2个点，任意的拿出2个点，你们的斜率相等，倾斜程度是一样的，还有一个公共的点 O， 显然这个3个点就在一条直线上。所以 AO 的斜率是啥呢 ？y1 减0除以 x1 减0，这是 KAO。那么这2条直线啊 ，KO 的我求完了，是 y1 分之 2p，KAO 我求完了，现在它俩是不一样的，你这里边有 x1， 它那里边没有，所以我要继续转化 y1 除以点 A 是抛物线上的点，点 A 的坐标满足抛物线的方程 ，y1 的平方是等于 2px1 的。所以把 2p 除过来 ，x1 它是 2p 分之 y1 的平方，这是长分数线 ，y1 是分子，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倒数，
乘以 y1 的平方分之 2p，y1 约掉一个，它也等于 y1 分之 2p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 ko 的是等于 kao 的？拥有一个公共的点 O， 这样的两个斜率还是相等的。显然呢，3个点就共线了，由它们俩相等，所以点 O 点 A 点的3点共线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，我也给大家整完了。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7个知识点，也就是需要常考的性质。下次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第8个小专题，是最值问题。好，下节课我们再见。